上一集我们从奥尔蒂塞伊小镇搭缆车直上云霄，站上多洛米蒂经典的刀背山林线。这一集我们往北开车约50分钟，来到静谧的富内斯山谷，入住圣马达莲娜小镇上的一间农舍。农舍就坐落在圣马达莲娜教堂前方，眼前是盖斯勒山群，绵延壮阔的山景，请继续跟着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路哦，哦，好恐怖哦！这么陡，这么陡，真的看不见任何的那个，陡到一个不行。我觉得意大利真的有病。有路，45度，45度斜坡，但是是有路的。非常的有病。它就在山谷里面嘛。就是这个教堂，这是不是没办法进去了？可以吧？可以啊，车子都在那边跑来跑去。这个教堂应该就是有名的摄影师的景点。那刚刚有好心人跟我们说不能开车上去，但是我们就是住这栋，看到有蛮多，有好几辆车子，所以应该还是可以开进来。对啊，那有一个 parking 的地方。好像有历史。它有一大本介绍的，可是是德文、意大利文，一大堆的，都没有英文。这是一个农村呢，就在那个很有名的摄影师拍照的教堂的前面。老板是个农夫哎，他刚刚还开着农机车跑出去，我还拦下他。都有厨房啊。有冰箱没问题，你做晚餐。好吧。明天早餐大家自己做。意大利式的2个马桶出现了，一个洗屁屁的，老板是农夫哎，他刚刚在做一些农务。有很多乳牛，老板养了很多乳牛。虽然这是一个农舍，但是我也不晓得老板在忙什么。他弄了好多草。孔雀开屏了，哇，好漂亮啊！你看孔雀开屏哎，哇！哇，孔雀开屏，哇，它走过来了。
我第一次看到孔雀开屏呢，还有好多很好吃的鸡的感觉。我们的民宿老板弄草当中。我们民宿的老板在弄草，要给牛吃。蛮有趣的农舍哎。对，很多健行路线哦。我们现在是要去的是 San Magdalena， 10分钟。
我怀疑这个孔雀的翅膀缩不回去了。孔雀的翅膀缩不回去了。它怎么鸡啊？他以为你不要靠它太近，他以为你要喂它。住在农舍还蛮有趣的。哇，这个牛好可爱哦，它的耳朵毛好多哦。黄昏时分，我们来到另一个著名的地标圣约翰教堂。没想到遇上一团专业的摄影大叔大妈们，一字排开，脚架齐发，等着捕捉日落的金光洒在教堂与山峰之上。现在大家在等日落，一排摄影队的相机都架好了，等sunset。这围墙围好高哦，好小气。那一堆爱拍照的人都在外面探头探脑。好多一群摄影爱好者都在这里。要现金是哦，投币的才能进去，但是我没有现金。אני בלית ברירה העליתי את זה, למרות